各位先进、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硕科技技术顾问张本华，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与各位分享关于电子连接器开发技术的心得与观察。我们都知道，电子连接器在整个电子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基本上是由金属端子与塑胶本体这两大核心元件组装而成。与高度集成的电子封装技术不同，连接器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利用一个可分离的机构来传递电力或电子讯号。这个可分离的特性赋予了系统设计的灵活性与维修的便利性，但也因此带来了技术上的诸多的挑战。今天我将从两大面向来解剖电子连接器的开发技术，分别是机械结构设计与电气特性分析。机械结构是连接器的骨架，决定了其可靠度、耐用性与生产的可行性。首先，我们必须设计连接器的本体结构，这包含了几个关键决策：端子形式，我们要采用折弯成型 forming 还是下料冲压 stamping 的方式来制造端子，这会直接影响端子的机械强度与高频的特性。组装方式，我们该选择传统的插拼组装，还是将端子与塑胶在模内一次成型的 insert molding 模内射出呢？近年来更发展出二次注塑 over molding 技术，透过2次以上的 insert molding， 能够大幅降低各元件间的组装公差，实现更高精度的产品。随着技术不断突破，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创新制程的结合，例如针对较长的金属端子，采取先下料再折弯的冲压制程，并结合 insert molding 的技术。甚至为了兼顾高速讯号的完整性，会采用混合制程。高速讯号端子使用 forming 与 insert molding， 而接地端子则使用 stamping 与插拼组装，以达到最佳的高速讯号完整性的效能。在材料上的选择，价格固然是考量，但绝非唯一。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端子形式与组装方式，综合评估力学、散热、高频特性、防水需求以及制程难易度等因素，才能选择出最合适的金属与塑胶材料。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在结构设计阶段，必须进行详细的专利检索与分析，确保我们的设计没有侵权的疑虑，这也是保护公司智慧财产的关键的一步。由于连接器具有可插拔的特性，力学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向力 normal force， 为了确保公母端子在接触点能有极低的接触电阻，我们必须设计足够的正向力。同时，这个正向力在插拔过程中也能够刮除端子表面的氧化层，维持讯号传输的稳定。应力分析，我们必须确保端子在插拔过程中承受的最大应力远小于材料的降伏应力，避免产生永久的塑性变形，使得端子无法提供稳定且足够的正向力。插拔力与保持力，必须提供给使用者一个恰到好处的插拔手感，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保持力，确保连接器在受到震动或外力时依然稳固。当结构与力学设计完成后，就进入了模具开发阶段。塑胶射出模具设计的重点在于胶道平衡与均匀肉厚，以防止产品射出不保膜，产生毛边或是发生翘曲。现在，为了满足高速讯号的需求，我们会使用导电塑胶来射出接地的结构。为了满足防水需求，也可采用液态细胶 LSR 的低温射出技术。金属冲压模具，尤其在折弯端子的制程中，模具间隙的控制至关重要。这个间隙会直接影响材料断裂面的表面粗糙度，而一个粗糙的表面则会严重衰减高速讯号。随着连接器走向微型化，端子间的间隙 gap 甚至可能小于所使用金属材料的厚度，这对于冲压模具的开发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连接器制造的核心关键技术就是精密模具的制造能力，没有高精密的加工设备，就无法开发出能稳定生产微型化高速连接器的精密模具。为了提升性能，
电镀是必要的制程。镀金在公母端子的接触区域，我们会镀上一层硬金，以提高耐插拔次数，并降低接触电阻。镀镍在镀金之前，会先镀上一层镍，这层镍扮演了2个角色。第一，作为阻障层，防止金原子迁移到底层的同材。第二，它能平坦化端子表面，为镀金提供更好的基底。不过，镍层的厚度也会影响高速讯号的损耗，需要精确的控制。镀锡针对表面粘着 SMT 的角位，我们会镀上锡。在结构设计时，就必须考量如何避免在 SMT 回焊过程发生爬锡的现象，导致空焊或开路。最后是将所有元件组装成品的阶段。随着连接器越来越小，我们高度依赖精密的字距来进行组装。至于要采用人工、半自动还是全自动化产线，则需要全面评估生产数量、成本、交期与价格等因素来决定。组装完成后，严格的品管是确保品质的最后一道防线。量测项目包括正位度、共面度、镀层厚度、正向力、插拔力、耐插拔次数以及环境可靠度测试等等。接下来我们谈谈电子连接器开发的第2个核心，也就是电气特性分析。直流特性分析，这是最基本的电气要求，包含绝缘电阻与耐电压，这2者主要与承载的电压、塑胶材料特性以及金属端子间的间距或端子是否有尖锐的结构有关。接触电阻，它与端子间的正向力成反比，要降低接触电阻，就要加大正向力，但这也带来挑战。在微型化的趋势下，要让小小的端子提供巨大的正向力，技术难度非常的高。但是过大的正向力会加速端子接触面的磨损，影响插拔寿命。因此，正向力的设计绝非越大越好，而是必须在接触电阻、耐插拔次数、镀金层厚度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权衡。随着资料中心算力的暴增与汽车的全面电子化，高功率电力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大。若连接器担任高功率的电力传输，就必须进行电热分析。如果采用大电流来提高功率，我们必须确保连接器在正常操作下的温升不超过业界规范的摄氏30度。这需要在设计上选用高导电度的金属材料，并让电流路径的截面积最大化，路径最短化。如果采用提升电压的方式，则必须避免在热插拔过程中产生火花放电，这种放电会轰击金属表面，产生氧化物，大幅提升接触电阻与传输的损耗。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让资料中心对高速讯号的需求呈指数级的增长。这时，我们就必须透过全波长3维电磁模拟软体进行深入的讯号完整性分析。时域特性包括阻抗波形 impedance waveform、爬升时间衰减 rest time degradation、串音 crosstalk 与插动讯号的偏移 skew。频域特性对应时域特性的指标，则是回程损耗 return loss、插入损耗 insertion loss、叠加串音 power sunk crosstalk 与共模转插模的模态转换 mode conversion。当然，分析之外，验证也同样的重要。我们需要开发专用的量测字距，并使用如时域反射仪 TDR 和向量网络分析仪 VNA 等高阶仪器进行量测。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透过校正的技术，如 embedding， 将字距本身的寄生效应从量测结果中移除，才能真实反映连接器本身的特性。讯号传输的速度不断在攀升，从过去单通道10 Gigabits per second 到现在的200 Gigabits per second， 甚至业界已经在朝400 Gigabits per second 的目标迈进。因此，对高速连接器的性能指标，也从单纯看连接器本身的散射参数 S parameters， 演进到考量整体的被动系统，包含 PCB 的综合指标，如
IRL、ILD、ICN、CCICN、RILN 等。而现在，业界的最高标准是定义出一个称为通道操作边线 Channel Operating Margin（COM） 的性能指标。COM 考量的范围更完整，它涵盖了晶片的终端电阻、封装特性、发射器与接收器等化器的特性，以及 PCB 等完整通道的影响。COM 的数值能直接与数位讯号的误码率相关联，可以说是最贴近真实应用的性能指标。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源自于如何精确地量测出连接器本身的散射参数。在许多微型化或高速连接器的最外部都会有一个金属遮蔽结构 cage。 这个 cage 除了提供稳固的保持力外，更重要的功能是遮蔽电磁干扰。随着功率增加，我们甚至会在这个 cage 上整合散热鳍片，但散热又需要在结构上开孔，这些孔洞的几何形状与大小就必须在电磁遮蔽效能与散热效率之间做出权衡。未来，随着伺服器机柜的功率持续攀升，散热方式已从传统的气冷演进到水冷，甚至未来会走向浸没式散热，也就是将整个机柜浸泡在绝缘的冷却液中。届时，连接器在液体环境中的高速讯号完整性将会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各位可以发现，电子连接器的开发是一门高度整合性的技术，它涵盖了从金属塑胶的结构设计、力学分析、精密模具开发、精密加工、电镀、自动化组装，到直流、电热、高频讯号完整性、电磁干扰防治等横跨机械与电子两大领域的专业知识。随着讯号速度越来越快，承载功率越来越大，连接器在系统中的角色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配角转变为决定系统成败的关键元件。各项技术的发展都在不断地垫高电子连接器开发的技术门槛。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让各位对电子连接器开发技术的全貌有更深入、更完整的了解。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果硕科技，是一家专业的技术开发顾问公司。我们提供高速讯号完整性 SI、电源完整性 PI 与电磁干扰防治 EMI 等领域的技术咨询与教育训练服务。服务的产业涵盖了晶片封装、系统设计、连接器与线材组装等。此外，我们更能依据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协助客户建立顶尖的核心技术与研发团队。如果贵公司有任何相关的技术需求，都非常欢迎与我们果硕科技联络。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